我們繼續講《傷寒論》第3條的脈法，叫脈陰陽俱緊。原話我們也複習一下，叫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為傷寒。這個階段就是太陽傷寒，也叫體溫上升期。我們上一個視頻都解釋過來，我們今天專門講這個脈陰陽俱緊是怎麼來的。對，又是講脈的環節。講陰陽，觀看率會高一點。好，我們先講陰陽。要有一點希望。可以。這個陰陽啊，在以前它也是個二元對立的抽象概念啊，它常常是被用來代表兩個特性的对立面。比如說《黄帝內經·陰陽應象大論篇》啊，講水為陰，火為陽，因為水是往下跑的，火呢是往上燻的，上下對立，所以可以分陰陽嘛。而且相對而言啊，水有形，火無形，所以有形无形也是对立，二元对立嘛，也可以分陰陽。就看你怎么解釋。所以這就有一個問題了，脈陰陽到底指的是什麼？到底是哪一個東西？那麼目前比較主流的有2個說法，一個講的這個陰陽啊是上下，就是我們把脈3根手指寸光尺啊，寸為上，尺為下，寸光尺嘛3步。所以說脈陰陽俱緊啊，就是講的寸光尺3步，摸到的脈都是緊的。那麼第2個說法是講的是浮沉了，就講這個把脈的這個層次。那浮取為陽，沉取為陰，浮中沉3個層次摸上去都是緊的，所以叫脈陰陽俱緊嘛。是哪個說法有道理啊？其實我們也要看看實際情況。看一下。先說脈緊是什麼樣的一個脈？我們之前說了，把脈把的是橈動脈，對吧？我們想象一個軟的塑膠的水管，那沒有水通過的時候，是不是扁下去的？那如果我們把水流接通，就會感受到裡面水流的情況了。那水流得多，肯定跟流得少感覺不一樣嘛。对。如果水管裡面水流很充盈、很飽滿，那麼我們摸上去就會有一種緊緻感，對吧？所以這個是的，這個硬質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脈緊表達的就是醫生摸到病人的血管這個硬質，這個血管充不充盈啊？血流旺不旺盛？那麼既然血流很旺盛，按照這個地層的解釋嘛，那是不是3步寸光尺都摸到很强很緊，對吧？所以這也合理。合理的。不過第2種解釋也合理。一個水管裡面水流飽滿的話，我們不管按到哪個層次都會感覺到這個水流比較充盈飽滿，水管很緊緻，是吧？所以也合理。也符合事實情況哦。对，如果它不滿的話，你按下去它就飄旁邊。你感覺空空。硬質的感覺是對，很明顯。所以《傷寒論》這裡用陰陽，其實就代表了這個時期的脈。你不管怎麼把呢，它都是緊的。都是很充盈。都是很充盈，就血管的情況，包括血流充盈度。那麼再解讀一下，為什麼這個時期血流很旺盛啊？我們從第3個條文前面看過來就知道這個時期一直在產熱蓄熱咯，能量一直在蓄加，是不是？那可以想到這個體溫已經接近理想值那如果它一到達這個理想體溫，它就會開始散熱，是不是？所以為什麼這蓄熱到最後脈管是充盈了？因為它就比較接近這個蓄熱的頂點，它沒到散熱，它要開始散了開始準備散熱，但是還沒有散熱。這應該不難理解了，對吧？所以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證明脈緊的反面是什麼？脈緩。脈緩。我們上次就講太陽中風說過，是吧？脈緩呢是感覺柔緩、慢慢的，好像這個沙灘海水很溫柔的衝上岸的感覺。那我們說了這個為什麼脈緩第2個條文講了，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那我們就知道發熱汗出惡風，那是不是已經散熱？所以散熱已經接近結束，開始要蓄熱呢，但是還沒有產熱，反正就是差不多了。惡風就是開始要蓄熱，因為怕風來，已經在蓄熱了，所以它就已經在開始。剛好跟脈緊相反了，是吧？那我們舉個例子我們去那個水上遊樂園，有一種那個遊樂設備，有個吊桶，繩子吊着那個，就是外面有個水管一直往那個桶裡面加水，加滿了。它桶就會傾斜，啪衝下來，好像那個瀑布一樣，很超爽。那桶空了，它又開始加水，它就是這樣一個循環咯。那脈緊就好像是那個水桶加滿了，對，它加滿，它要倒，要倒還沒倒，蓄熱的頂點就開始散熱，散熱的起點對，我們說整個人的生命包括病理都是動態的，所以很難我們這樣說定格可以。我們現在就等於說在動態裡面講。
很難跟你說散熱的時候它是賣緊還是賣緩。對，因為散熱開始的時候它是賣緊，然後過到最後它就是賣緩，所以它是有一個過程，它不是說突然黑白。对，它蓄積到頂點還沒有散熱是最比較充盈最緊的，是賣緊，所以就這個道理了。那賣緩呢，就好像是水桶那個水倒了以後桶空了，又要開始加水散熱的頂點，散熱到極處已經空了，準備開始蓄熱，就這個道理。所以從分期上來說啊，生病一開始就是體溫上升期，對吧？蓄熱到一定程度以後，什麼程度？理想體温比较理想的体溫值以後啊，這個人體它就自然的會散熱，是吧？就會進入體溫的持續期，散熱蓄熱，它是一個動態的平衡。那有的人會進入高熱持續期，我們之後再講了，我們之後講到再說。傷寒論真的特別精彩。那這裡比較有爭議的地方是什麼呢？就如果大家看古書的話，有的醫家給傷寒論解釋大部分都是思辨派。我们之前講了嘛，就是靠理論推理的。那會認為這個太陽傷寒是什麼呢？被寒邪所傷。既然是寒邪，那寒的性質是不是收緊的？收緊了，那脈是不是收縮了變緊了？寒主凝結對，這中醫傳統理中醫理論，中醫基礎理論裡面，對吧？考試對，那其實脈緩也是這樣理解嘛。太陽中風，那風的性質是柔和的，春風蕩漾，所以脈也是緩的。取類比象真是用的也是這個《黃帝內經》的思維方式就是用大自然的這個元素來看待人體啦。這樣理解其實也沒什麼問題，簡單嗎？好理解好在出了一套理論，所以因為你需要把這個東西講出來。不過呢，我們一開始臨床的時候就發現一個問題就說這個脈緊是因為寒邪收緊，可是我們摸到這個脈的感覺不是收緊。不是收緊，一般來說，因為乳寒邪收緊是不是會細小一點，這樣才合理嘛？但實際臨床不是收緊的，一點都不細小，你反而它是寬大的，是不是？我們才知道這個理論對不上，對吧？所以如果按照脈收緊的意思去臨床我們就看不出來，打也打不出來是緊，就很不合理嘛。不落地，這个理論落不了地，所以我們就想到這個血管要摸到緊緻的感覺，只有兩種可能，一個是血流充盈撐大的，是吧？是。另一個就是血管收縮，空間變小，血流相對多，其實血量是沒有變多，就這兩種，都能摸到緊緻的感覺，但是區別很大。你血流撐大的話，那你摸到的脈是寬的，不可能細小，是不是？血管收縮嘛，一定是不一樣啊。傷寒論呢，對第二種情況，血管收縮而緊，這個情況是有另外說明，叫脈弦，像琴弦一樣，對吧？我們都有摸到了，特別緊，緊又細，繃得很緊，真的是琴弦了。所以後來我們把血液充盈撐開血管的脈稱為緊脈，而把這個血管收縮變細的脈叫弦脈。不一樣，臨床摸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所以大家不要混為一談那麼現在中醫教材用的還是古人的這個解釋，思辨派的，所以很多人學了去看病越看越奇怪，怎麼跟書裡面講的不一樣？就不會看，反正按照公式來就是這樣，算了。甚至有的人講你已經失望了。現在太陽傷寒已經見不到了，因為現在冬寒時候特別寒冷，現在沒有，就各種那個拔不出緊來沒有，已經對。就有的就講，這是古人體質嗎？現在新時代體質不一樣了，現代人嘛。甚至到最後有人說傷寒論過時了，不適合用。對。那麼中醫就會出現分歧嘛，就會發生出十方派，對吧？所以有時候不是要咬文嚼字，所以它影響已經很大了。是，誤會太深。誤會太深了。所以十方派就會認為古人的方子不能用了，過時了嘛，就創造一些新的方子。雖然他創造的也有用。有一些是很好，也很有用，對，你不能去否定，對，誤會了啦，就沒有真正明白古人的這個背後的機理，尤其是傷寒論的，很多人都是在那裡猜，注解是最多的，對吧？所以也是沒有結合臨床。現在也是這樣，就是上次我們說那個教材說那個太陽中風發熱，脈是緩的就不快的，那所有人去看病，摸到都是快的，會發燒。所以都會當作溫病來治，用的都是清熱藥。對啊，所以我們前面有講。到最後，大家就會發現太陽傷寒跟太陽中風好像都看不到了。
很多人就是很多人提出来疑問了。为什麼看不到啊？不是看不到。對對對，多了很多，特別多。所以我們就是每一集都要慢慢講清楚。是。這樣的話呢，讓大家在自己生活裡面也是能用好，用對上好嘛。對。好，我們下次就講這個高熱持續期啊。喜歡我們視頻，按讚訂閱，把影片分享出去。我們下次再見。